大家睇睇個市，數據顯示美股迎來20年最強勁嘅盈利增長，標普500啱啱先衝破7500點，創歷史新高。轉頭星期五就迎來大跌，道指跌超過500點，納指更加跌超過1.5%。科技股成為重災區，輝達單日跌4.4%，英特爾插水超過6%，大家瘋狂湧入 AI 板塊，享受緊賬面財富膨脹嘅快感，但背後其實暗流湧動。到底呢個係超級盈利週期嘅起點，定係好似1999年科網泡沫爆破前夕咁危險？今日我哋就由最底層嘅流動性、因果邏輯同實體物理限制，徹底拆解個市俾大家聽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成個市場嘅底層焦慮，源自於一場實體世界嘅供應鏈危機。大家回帶睇翻2月底，美意對伊朗動武，霍爾木茲海峽俾人封鎖咗，全球大約20%嘅海運石油貿易直接受到影響，原油價格直線抽升，布蘭特期油去到每桶109美元之上，油價一升，通脹數據就根本衰唔住。美國4月 CPI 按月飆升0.6%，年增率衝到3.8%，創下2023年5月以嚟嘅最高位。呢個通脹壓力，特別係汽油價格按年大升28.4%，根本唔係聯儲局玩幾句口述可以解決嘅。然後大家萬眾期待嘅中美峰會，原本望住兩國元首會面會有咩驚天動地嘅貿易突破，結果出嚟得嗰200架波音飛機訂單，市場預期嚴重落空，利好出盡。特朗普喺空軍1號接受訪問嗰陣講到明，關稅問題根本冇傾過。反而大肆宣揚佢點樣喺中東實施封鎖，市場本來諗住地緣政治風險會降溫，點知通脹同地緣炸彈依然喺度倒數。加上美國長債孳息率攀升到4.606厘嘅1年高位，高市盈率嘅科技股自然首當其衝俾人訂貨。最令我警惕嘅係市場內部結構出現咗極端嘅撕裂，大市表面上風光，但過去30日標普500入邊只有22%嘅成分股跑贏咗指數本身，即係話大市創新高，只係得幾隻超級巨頭喺度死頂，其他80%股票其實都喺度跌或者橫行。一種大市創新高但市寬極度孱弱嘅情況，自1996年以嚟只係發生過2次，一次係1998年12月，另一次就係2000年3月科網泡沫爆破前夕。大空頭 Michael Burry 都出嚟警告話 AI 驅動嘅狂熱已經將估值推到危險極端水平，散戶瘋狂到咩地步？做多半導體嘅3倍槓桿 ETF SOXL 單日淨流入超過10億美元，創低2010年成立以嚟嘅紀錄。Cerebras 以185美元嘅 IPO 定價上市，首日收漲68%，集資超過55億美元。當所有人嘅錢都逼埋喺同一個槓桿角落，只要少少風吹草動，例如債息抽升，個市就會出現人踩人嘅慘況。呢個就係群體非理性徹底壓倒風險定價機制嘅末期先兆。我個人嘅觀察同做法係點呢？面對呢一種極端市況，絕對唔係叫你即刻清倉走人，亦都唔係叫你盲目 all in。我會採用一種極端嘅泡沫降臨策略，一邊我會維持核心嘅 AI 持倉，跟隨動能，但我會密切監控2個關鍵指標。第一係10年期美債實質利率，因為只要息口繼續升，高估值科技股嘅折現率壓力就會爆煲。第二係美國戰略石油儲備 SPR， 數據顯示美國 SPR 單周減少860萬桶，創紀錄最大降幅。如果中東局勢再惡化，通脹2次衝擊就會迫使啱啱上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重啟加息。目前市場定價2026年加息機率已經去到31%，所以我嘅倉位管理會非常嚴格，保留足夠嘅現金彈藥。當動能股跌穿關鍵支持位，例如連續拋壓形成死亡漩渦，我就會毫不猶豫咁減倉，絕對唔會同大趨勢作對。星期五，科技股成為殺盤重心，但係市場並唔係完全恐慌，資金其實係進行緊精準嘅輪動。微軟反而逆市升咗3.1%，因為大佬 Bill Ackman 申報買入，反映聰明錢開始揀擇，尋求有實質資金背書同現金流強勁嘅核心資產。另一方面，資金亦都開始避開受高油價打擊嘅消費週期股，好似波鞋股 On Holding 咁，即使第一季毛利率去到64.2%，但美洲市場營收只係增長3.1%。喺通脹高企同利率上限嘅夾擊下，依賴中產消費嘅高估值增長股面臨好大嘅估值收縮壓力。講到 AI， 我哋必須要從物理底層去理解呢一場算力軍備競賽，唔好淨係掛住炒晶片概念。其實真正嘅終極贏家係掌握電力與物理資產嘅基礎設施巨頭。台積電喺技術論壇公布全球建緊18座晶圓廠，反映硬件需求依然極度強勁。但係 AI 數據中心係一隻食電怪獸，好似美國最大民營電力生產商 Constellation Energy， 佢哋第一季營收飆升64%，受壓微軟同 Meta 嘅長弱，化身成為 AI 時代嘅電力軍火商。
又例如資產管理巨頭 Brookfield，佢哋將 BN 同 BNT 合併，釋放保險浮存金去大力投資數據中心同可再生能源。喺一個 AI 模型工廠，每年需要翻倍電力嘅世界，掌握電力儲備同實體土地先至係最硬嘅護城河。放眼全球宏觀視野，美元匯指升上99.32水平，日元跌到158.85，強美元加上債息急升，直接壓制咗黃金同白銀嘅走勢。金價單日插水3%，跌穿4511億美元。加密貨幣市場方面，雖然早前加密貨幣基金連續6個星期錄得強勁資金流入，但係喺避險情緒升溫下，比特幣都跌穿咗79000美元關口。投資市場從來都唔相信眼淚，佢只會反映人類集體貪婪與恐懼嘅極致。我哋依家面對嘅係一個流動性氾濫、AI 信仰狂熱，但同時實體通脹反噬、地緣政治極度動盪嘅複雜時空。唔好因為怕泡沫而錯過升浪，亦都唔好因為貪婪而失去理智，保持清醒、紀律至上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。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